洪荒世界广袤无边，上古十大灵珠你听说过吗？众所周知，哪吒乃是灵珠子转世，出生就非同凡响，被无敌的大罗金仙收为弟子，历经重重磨难，成为天庭正神。而在上古神话里，像哪吒这样非凡的灵珠还有10颗，被称作上古十大灵珠。十大灵珠第一位，定风珠，灵吉菩萨所有，能顶住180级大狂风，可谓是一珠在手，天下我有。哪怕在龙卷风里蒸桑拿都安然无恙。封神大劫时期有一个很厉害的阵法，十绝阵，由金鳌岛十天君掌控，哪怕大罗金仙闯进去，如果没有克制的手段，那也是吃不了兜着走。封侯阵内蕴含开天辟地、实地火水风的先天之风，威力堪称是无比的强大，先后诛杀数位西岐修士，但慈航道人出场后，凭着此宝珠直接定住了先天黑风，任凭董天君如何催动阵法，黑风始终不得接近慈航道人。最后他用清净琉璃瓶将董天君收入瓶内，使其化作了一滩黑水，由此可见定风珠的厉害。另外在稀有当中，取经4人组曾经遇到过一个名为黄风怪的家伙，掀起的黄风就连齐天大圣都奈何不得，最后也是借来定风珠才将其降服。世间一切风属性的元素都被定风珠克制，位列十大灵珠也是实至名归。十大灵珠第2位，定海珠，听起来跟定风珠好像是一个系列，但两者可谓是天差地别。定风珠只不过是一件有些特殊的法宝，除了对付风元素之外毫无作用，而定海珠乃是先天至宝，在盘古大神还没开天辟地的时候，就在混沌中孕育，威力巨大，犹如四海一同镇压而下，就连高高在上的圣人如果不注意，都会被打下神坛。财神赵公明凭借这件法宝，更是以一己之力拦截西岐10万大军。燃灯道人得到这件法宝后，更是直接化身燃灯古佛，成为佛门大佬，那威力简直是惊世骇俗，就连圣人也是有点眼馋。十大灵珠第3位，佛法念珠。西方极乐世界当中有一法器，乃是后天功德至宝，被西方教主用佛法洗礼，沾染了无上的功德之力，化作一方小世界。但凡弟子信徒虔诚祈祷，死后都会被接引到此享受极乐。佛门的法器并不多，只要木鱼之类的简单法器，能够随身携带的更是只有念珠一种，方便念诵大乘佛经，积攒功德念力。据说哪吒这个灵珠子原先就是佛祖座前的念珠，经受万年滋养才开启灵智转世化形。十大灵珠第4位，戳木珠，此珠乃后天至宝，在天地分开后，五彩霞光中孕育出一粒神珠，此珠光华缭绕，7色神光蕴含其内，一旦祭出，7色神光就会出现，要吓人的双目，就算是大罗金仙虽不能瞎其双眼，也能伤其2目，堪称规则系的至宝，为截教女仙彩云仙子所有。三霄娘娘设下9曲黄河阵，大战阐教12金仙，彩云仙子便用这戳木珠偷袭，堪称是无往不利，就算是神通广大法宝众多的姜子牙都无法抵挡，配合9曲黄河阵更是威力惊人。这阵法遍地黄沙，哪怕大罗金仙进去也会找不着北，四处碰壁是必然的。此时如果一个小珠子突然偷袭，那么肯定是能出其不意。不过也许是一直顺风顺水的缘故，彩云仙子胆大包天，竟然敢跟着三霄一起对付元始天尊。要知道那可是圣人，站在诸天万界的顶点，一念之间就是一方小世界的生灭，圣人之下皆是蝼蚁。哪怕三霄娘娘的实力吊打12金仙，在9曲黄河阵里更是号称准圣无敌，但面对圣人还是不够看。原本有着大好前途的3人全部身死道消，去了封神榜养老。彩云仙子的戳木珠虽然诡异强大，但还没靠近元始天尊就化成了灰，只能说实在是不自量力。十大灵珠第5位，日月珠，此物乃是截教归灵圣母的法宝，蕴含太阳和月亮的力量，以及之下天地失色。归灵圣母曾经大战阐教巨留孙，对方一看到这件法宝，立马脚底抹油跑路。虽然也可能跟巨留孙太过谨慎有关，毕竟这老家伙教徒弟都是留一手，一手指地成钢，把土行孙拿捏得死死的。但作为12金仙的一份子，在洪荒世界战力也是有数的，不战而逃，证明这件法宝还是很厉害的。归灵圣母是截教5大圣母之一，也是通天教主的亲传弟子，修为法力都是上上之选。身为大师姐的金灵圣母，更是被几位圣人赞叹有加，差半步就能成为至高无上的圣人。只可惜在封神大劫中，命运一个比一个凄惨。归灵圣母即便放眼三教弟子，也是最倒霉的一个。先是被西方圣人擒住，准备送到西方当宠物，接着因为小童子的疏忽，被凶兽文道人吃干抹净，直接魂飞魄散，连上封神榜的资格都没有。比起那些师兄师弟凄惨多了。日月珠虽然强大，但面对圣人同样是无力，可见外物终究是不如自己的伟力。十大灵珠第6位，造化灵珠，也叫玉虚灵珠，本是元始天尊座下灵珠子，数万万年孕育产生灵性，转世投胎变成无敌的哪吒3太子。
三头六臂莲花化身，身上的法宝比没去佛门的三大菩萨还多。如果说封神大劫里圣人之下谁是赢家，那么哪吒绝对算一个。一路摸爬滚打，从不起眼的陈塘关李靖之子，变成三坛海会大神，地位跟杨戬差不多，本领能跟齐天大圣战上300回合，并且因为没有死过一次，魂魄也不归封神榜管理，在天庭那是相当的自由自在，不知道有多少神仙羡慕。他的2个哥哥跟随菩萨修行，待遇更是差了不知道多少，毕竟菩萨都是清清静静修行的洞天福地，啥都没有，天庭那么多神仙都觉得无聊，时时刻刻想着去人间玩耍，佛门就更不用说了。2朵莲花现化身，灵珠20出凡尘，历代圣人为第一，史官以比万年薪。哪吒这个灵珠子那是相当的让人羡慕。10大灵珠第7位辟水珠，天地开辟，有着地火水风4大元素出现，他们疯狂肆虐吞噬混沌，塑造洪荒大地。水这元素对于神仙应该是最无害的了，毕竟都修仙了怎么会淹死？但就跟火焰里有太阳真火，风元素里有先天罡风一样，水也不是一般的水。龙宫之下不知道几万米，巨大的水压就连钢铁都无法承受，更别提一些奇特的水流，比如鹅毛飘不起的弱水，鬼魂无数的黄泉，所以就需要避水珠了。作为诞生于水脉之眼的一种灵珠，因生于水脉深处，本身就具有驾驭万水之能，无论是何人，只要含着它，便可是万水于无物，随意进入万丈深海，是最强辟水法宝。先天而生的辟水珠，那简直是万水的克星，上到9天弱水，下到冥河忘川，皆可辟之。10大灵珠第8位第9位开天辟地珠，这2个珠子一听就非同凡响。天辟地之时，混沌初分，天地玄黄之气较轻的一部分化为了开天珠，此珠威力无穷。在封神大战中，王魔曾用层珠将哪吒打下了风火轮，将姜子牙打下了4部像。此珠乃远距离攻击的利器，一旦祭出，必伤敌手。辟地珠为九龙岛4圣之一的高有钱所有，乃先天混元之气幻化而成，可以说是先天至宝。此宝珠本身法力无穷，另外辟地珠还有一个其他宝珠没有的功能，就是可以温养佩戴者，固本培元，增强身体的先天之气，然后反向哺育宝珠，从而使宝珠的法力在不断的增长。在10大灵珠里可以说是数1数2。10大灵珠最后一位天道珠，也是最可怕的灵珠。红军老祖一身河道，成为天道代言人，掌控洪荒第一法宝造化玉鼎，感悟天地变化，将天道之伟力化作这天道珠，里面蕴含着无穷无尽的信息，一旦能彻底领悟，就会成为天道级别的强大存在。10大灵珠各有特色，那么你对他们又有什么看法呢？本期神话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